其实我常常讲一句话如果你从开始的时候你接触到的是正确的音质、正确的声音所以就是那以后你对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有理性的消费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款就是德国品牌新出的这个主动式喇叭。那同时呢，我们这次的节目非常特别，我们直接就请到这个品牌它的代理商的董事长，就待会我们会出场这个廖董事长。那他的资历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资深的音响玩家，也是一个资深的这个音响的代理商。那他会直接的呢，跟我们透过这种有点像是对话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新的主动式的喇叭。那待会呢，但是我们画面呢，就是为了要拍清楚这些喇叭呀，还有我们讲者的脸，所以我就会在幕后用麦克风，然后来跟这个廖董事长来做个对话。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请这个廖董事长来帮我们解说吧。好，廖董事长，那就是非常荣幸，这个在今天这个晚上还邀请你来帮我们介绍您家的产品，这个新品。那它这款品牌是这个 Magnet 新出的主动式喇叭。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对于 Magnet这个品牌的历史可能不太了解，那接下来方便您帮我们就介绍一下 Magnet 它整个这个德国品牌它的历史沿革，或者是帮我们讲述一下。好 ，Alan 好，还有各位麦士大家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代理这个 Magna的这个品牌。那我等一下大概就把这个品牌的一些故事啊或产品的一些跟大家做一个概述，谢谢。好，那这个德国品牌廖总就是他大概从什么时候创立的啊？是好。这个德国品牌在德国也算是很悠久的4大品牌其中一个了哈。那它是1973年开始创立，那这个品牌之前呢，他们有家用有汽车，他们尤其在汽车方面呢，非常很热衷当时了，了解，所以它创立现在看起来也快有50年的历史，然后最早是做车用音响起家的，车用跟家用都在做。我记得大家应该稍微有一点跟我一样资深的有一点年纪的应该大概知道，之前这个品牌很少人知道叫 Magna， 很多人都说叫喷火龙，就是它一个 tweet 一个高音它用那个电磁波它会发生360度的，然后会有点发光的。利用静电的方式呢，来发出声音。那所以之前我印象里面，大家都叫喷火龙，这个品牌。其实我有做一点功课，我知道它那个好像是离子高音，那个非常少，应该说现在都是 high end 品牌才有用这种东西。现在应该几乎没了几个很贵的品牌，德国的啦M 牌的，然后几个比较特殊的才有。好，了解。那廖董事长，除了那个 Magnet 它这种历史之后，它现在还有什么一些跟市场上一些音响喇叭的厂牌有什么区别？假如说还有一些认证，还有一些技术之类的吗？这个是值得一提的哈。我想说，一个品牌，德国人做事他们是很 focus，他们的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个乡镇也一样，他做菜刀的那个镇子就一直做菜刀。做了几辈子还做那个菜刀，所以他最好就是菜刀，所以他们做这个喇叭，他们也从头到尾就 focus 在喇叭这个领域上，所以他们也比较愿意去创新，这应该当初是一群年轻人吧，所以他们后来就为什么会有喷火龙，这个就是他也是新的尝试嘛。然后那后来他最近我提一下这个品牌，目前在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里面的品牌里面有很大，之前我想10-20年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叫 THX 叫乔治卢卡斯的一个所谓的家庭影院的认证。
那现在全世界目前有 THX Ultra 2这个等级的认证哈，应该就是有2个品牌，一个 MK， 那再来一个就是 Magna。那它到现在还是拥有那个认证。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因为你认证，你打 THS 这个 mark， 除了你的产品必须送到乔治卢卡斯的实验室去测试以外，他给你这个产品认证以外，你还要配，你要付他每年出一样产品贴那个 logo 就要付钱的。到现在他还一直在做，我们的产品系列还有，这是比较传统20几年前的。那最近我们值得一提就是它的所谓 Hi-Res， 我想大家应该会从很多耳机有 Hi-Res 啊，电视有 Hi-Res 啊，最近大家会很奇怪因为我看到扩大器很多有 Hi-Res 哦，那为什么呢？它是 Sony 的实验室里面为的复制出音类的reproduction， 就重置，他们定出一个规范，就到40几 K 那个频率范围里面，它不能少于几个 dB。那这样的话，他才给你一个 Hi-Res 的认证。所以我常常在说嘛，我们当然需要努力了机器很多都有 Hi-Res， 但是你看看，市面上所有喇叭有 Hi-Res 认证有几根呢？目前我可以告诉各位 ，Magna 就其中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所以我想用 Hi-Res 认证跟 THA 认证来说明 Magna 这个品牌，它是勇于创新，也注重核心价值。好，然后同时呢，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为我在德国人，我跟他做生意在1985年开始跟德国人做生意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就很传统他就是传统。什么叫传统？他们就是 step by step， 他们我常常讲一句话叫 SOP， 他们什么事情就是所有都按照规格来，所以他们叫做建构式数学。所以当初很好笑。如果刚刚主持人说叫我讲一点好笑，我提前讲好了。我到德国大概是30年前我去德国。如果我们今天买一样东西，我买7块钱，然后呢，我拿102块给他的时候，他就不会找了。你懂我意思不？那一般人想这102块就是我找你95块啊，他们不会找，他们是建构数，就是你多少钱，他7块钱的话，他会从8块钱开始找你钱，8、9、10、20、30、40、50、60、100这样找你。那这样子就觉得哇，安尼是看你们好没撞啥，但是永远不会出错。永远不会出错。那这个就是台湾人跟德国人，我当初啦我认为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谢谢。了解，所以可以看出来 Magna 就是这个德国品牌，他们去做这个 THX 还有这个 Hi-Res 的认证，就很体现这种德国人，他们就是实事求是。他就是可能很多音响喇叭厂商都觉得说我喇叭做得好听就好了，那我还管这个 Hi-Res 或 THX 认证干嘛呢？但是看起来 Magna 不是这么想，他们觉得说规格就是该有的认证就是要把它做出来，就是尽管大家都不做，但是我们德国人还是照规矩去做事这样子。对，他们认为说它是一个规范，那既然我这个东西是摆在所谓的家庭影院，那当然要符合 THS 认证。如果说你的消费者是很 serious， 就如同乔治卢卡斯的那种坚持，说你一定要 5.1、7.1、9.1、9.2， 甚至于7.2，这种跟家庭影院一样的电影院一样的规范的话，它就是这样认证的，他们就是这样做。对，好，了解。那我们待会就把重点重新再拉回到我们今天廖董事长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推出的这个 Magna 它的 Monitor Reference 的主动式喇叭上面。那廖董方便接下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的这个产品吗？那我很高兴我很 excited 我所谓很高兴就是我在今年4月的时候我发现这种东西，那我当下我带来给我们这个主持人 Alan 听，他说哇这个东西棒哇，这个怎么样很好啊。那我说好，可是台湾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要认证啊，我们要 BSMI 啊、NCC 啊、蓝牙啊，一堆啊。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2-3个月时间去做认证。
然后呢，当时会要我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那时心里是这样想，我说很多年轻人，他们所接触到某些这个层级，到2万块左右的，只是听到音效，他没有办法听到真正传统音乐的声音音质，所以我觉得说啊，这是一个缺点，这是当然也是个机会。所以我当下想说，好，我如果这个东西呢，我把它定价在2万左右，我让一般人、年轻人都可以很容易享受到这样好的喇叭，其实对我们的品牌或对给消费者很多年轻人更接触新的东西的话，你们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声音。好，我想讲这句话有一点主观，但是我以 Magna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你音乐器出来什么声音，我给你就要什么声音，这才是对的声音。所以声音没有好听不好听，声音是如果我 reproduction 我重制出来跟现场一模一样的声音，那我喇叭的 duty 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就很 focus 这件事情，而且我跟他们做30-40年来，我完全同意，而且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所以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 doubt， 没有任何的怀疑，只是我认为说，我们怎么样去推给更多人去知道正确的声音。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才把它引进来，让更多的年轻的族群，你们其实我常常讲一句话如果你从开始的时候你接触到的是正确的音质、正确的声音，所以就是那以后你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有理性的消费者，你会用你的声音的标准去衡量你去买样什么东西。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介绍给大家来认识。好，谢谢廖董事长。那其实廖董事长意思是说，像我们一般年轻人可能现在接触的比较多，就是那种蓝牙喇叭或是桑巴。那其实我们音乐在录制的时候，它大部分状况是以立体声去录制的。但立体声录制的时候，你用桑巴听或你用蓝牙喇叭单一颗蓝牙喇叭听，你听到音乐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立体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你看网络这种发烧友他们在讲说，你要听音乐的话，你不能买桑巴，桑巴它音质再怎么好，它终究是一个玩具，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你还是终究你要刚刚董事长说要用一对正确的器材，就是你要用一对喇叭。这边讲强调一对，就是两只喇叭去听音乐，然后这2只喇叭它是要有点水准的。对，那刚刚董事长其实他没有提到这个桌上这个型号，它其实是 Monitor Reference 系列的 2A。那这个系列其实它还有就是比较大的 5A 落地喇叭，这样。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 2A。好，那董事长接着这个2A 的喇叭，我们方便从整个外观，然后单体，然后接孔，我们开始稍微做个介绍，功率那些的这样。那我想我们只要是卖的是音箱，所以我大概把他们德国人对音箱的某些坚持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第一个就是他们的 driver 就是他们的单体啊，他们利用的控啊，或者和弹拨啊，跟高音的部分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科技所以我们大家注意看你看是这个 angle。很多人都说，奇怪这个喇叭有的有斜角，有的没斜角是干嘛？其实这个可以提高2 dB。那为什么要提高2 dB 呢？因为你的低频 driver， 你低频的单体，你要把它提高更多 dB 的话，高频不太容易提高，所以它利用这个斜角的问题，把这个高音的效率可以提高到2 dB。所以一般来讲，89 dB 它可以提高到91 dB。那这个低频的部分比较容易透过磁铁大小，这个弹拨的跟 edge 跟那个 damper， 就是那个弹的这个里面的弹拨，还有那 coil 的一些设计很容易达到。那所以这个是有关于 driver 部分，就是单体部分他们的设计。另外我要特别提，就是他们坚持是用木箱的。好，那木箱很多人就说它的木板怎么样？其实最好是 MDF 板，因为 MDF 板经过木材的加工以后，它的每一个
这个板子的那个密度都一模一样，不会因为说木材它不同的密度啊会产生变化啊，以后声音会跑掉，所以它的对产品的一致性是有帮忙的。好，那为了让它整个效率更高的话，但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它的用反射的原理，那这样的部分的话，可以它比较容易营造所谓的空间感，那所以你像这个书架型大概都摆放在桌上，如果说有一个在后面的话，它可以透过墙壁啊什么样把这个空间感营造得更好，这是他们基本的理念。好，所以我这个单体是这样子。那最值得一提就是它的音箱要用什么最有效率？所谓最有效率就是比较便宜又推得动它的东西来推这个音箱这个喇叭呢？因为如果你用太贵的扩大器来推它，那整体下来的成本就很高。所以可是制造好的 driver， 这不是只有一个叫做我们叫做 design technology， 一个叫做 material technology。材料科技那他们材料科技在德国的材料科技确实是我完全没话讲我从以前用他们电容器，用他们线材，用他们的东西，德国的基础材料科技是没话可说的，我可以直接这样说，所以他们才能整合这么小这么好，又可以这么高效率来推这个喇叭。那高效率有什么好处？我的 amplifier 就不需要用很大的功率，我成本就可以往下拉所以它就整个做一个很完美的整合完美的整合，让提供出来给消费者合理价格好的东西。那所以我刚刚主任你也知道它叫 monitor reference 它就是监听器那如果各位说哪天你们有空的话，我欢迎到麦室来那你就来听听用你的蓝牙手机拿来听听，在你家里听的蓝牙听出来的蓝牙的声音，跟这对喇叭听出来的声音，我100%保证一定 surprise， 因为它只有2万块的价格。了解，所以它这对喇叭基本上它的董事长刚刚有讲到说它的高音还有做一个类似浅号角的设计来提高它的发音的效率。那是因为一般低音单体要加能量很容易加，但是高音比较难加，所以他们在做这个外形的设计。那另外讲到它的板材是用这个 NDF 板，然后去做搭配。那刚刚讲这算是外观跟单体的部分，那连接上还有什么连接的方式呢？董事长，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就是今天最大的重点，我必须谢谢主持人提到了现在我们台湾市面上有 ARC 的传统的主动式喇叭，我想大概只有4个型号一个是 KF 一个是Klipsch， 然后再来2个型号是 Magna 的2A 跟5A。 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有 ARC 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家里一般电视几乎跟手机差不多了只差不能通话而已。你可以上网，你可以Spotify、YouTube， 你可以收音机都有。所以你用家里电视又是放在你家里客厅很重要的位置，然后有的人就说好，那我家里的买那么多功能，我根本没有用到。事实上你可以，因为你用它就可以用到了。你直接用电视的 ARC 的输出，直接插进我们这边的这个HDMI 的输入，然后呢，你就可以用电视的数位影音的串流来用到这个喇叭上。那它里面也有扩大器。那最重要一点，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拿很多遥控器，暗谱级的遥控器，然后呢，这个电视一台遥控器，然后可能其他有很多遥控器，但 ARC 就是这个功能，它跟电视是可以做联控的，所以你用电视的这个的声音遥控就可以控制它了。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standby 的一个功能，就万一你电视不看了，你大概60分钟以内，它自动跳 standby。当你电视一打开的时候，它同时又 on， 它不会浪费你的电。
好，那你也不需要重复去做开关，所以它是一个很 fuzzy、很 easy control 的一个功能，同时你又可以很把电视里面那么好的chip 那么好的 audio 的一些连结啊，直接串联到你的这个传统音箱来。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目前是很重要一点。那有人说 ARC 很多啊，为什么让商霸很多？可是真正音箱里面，现在目前台湾就有四个品牌。那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因为你要加入 HDMI 这个 member， 你除了要给他去做测试以外，你要加入他的 HDMI 的 member， 一个做喇叭的工厂，你要加入一个做影音的这个不同领域的那个接头。那你一样要加入他的 member， 你要给他测试，你要付他 royalty， 付他钱，然后你才能做。如果一个品牌它的量不够大，它的市场规模不够强的话，它的成本会很高，所以你就会看到同样这个音箱4寸2音路一个 K 牌，它就要卖到39000多。那我们5.5又1/2寸，那我们只卖到2万块。那这个里面一个品牌规模的竞争条件就出来了，所以我可以这么说，你应该最好的机会可以拥有它 ARC 的，这个是值得一提的。另外我要跟主持人再提一下，很多我为什么请你们用蓝牙的手机？因为蓝牙现在大家常用，它也是少数里面它用高通的晶片的。高通晶片它是低损耗的，它里面为了这个声音的 audio 部分，它弄到另外一个 IC 一个 chip， 它可以把里面的接收出来的信号呢，因为它毕竟它就是数位信号要转类比的话，它经过这个高通的这个 IC 的 chip 的话，它可以把它损耗呢降到最低，所以它听出来声音会特别好，也可以大家欢迎到麦斯来体验一下。好，了解。所以董事长这边这个Monitor Reference 2A 啊，它有着这个价位有 HDMI ARC 的输入。所以就变成说，观众朋友你可以直接用电视，只要接 HDMI 线接到这个2A 的喇叭上面。那 HDMI 线传输声音其实它有很多优点啊，所以刚刚董事长强调说，它整个操控性，你可以用电视的遥控器去做音量的调整，不像以往如果你要接音响，你用光纤线接，其实那样子调整音量就会变成比较麻烦，你要用那个音响本身的遥控器去做调整。那第二个在讲说，因为有线的讲完要讲一个无线的嘛，那就是无线部分蓝牙，这很多人都有，但是它的是高通 5.0 的这个蓝牙传输的晶片，所以在音质上是可以给观众朋友更好的体验的。那当然，其实它不止这两种连接方式啊，它本身还有传统的 RCA 的连接，然后它还有，我记得它还有 NN 的唱头放大。对，然后好像还有，我记得它还有光纤，就是这边我们会列一个清单放在就是画面上给观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所以讲完了这个它的这个优点之后，我们应该是要来一个结尾了，这样子就是刚刚讲到，就是很高兴请到廖董事长，就是帮我们今天介绍 Magnate 这个品牌的历史，然后分享了一些小故事，然后讲到这个2A， 可以看得出来廖董事长对于这个整个市场，那也是非常的有努力，然后想要推广这个好品牌给大家。好，那最后就请廖董事长有没有？跟 Magnate 合作这么久，真的没有有趣的德国人就真的那么死板板吗？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德国人确实是不是那么的有趣了，不过那是上班时间了哈。其实下了班是蛮有趣的啦。当然，我是建议你如果要到德国去，你最好是到慕尼黑啊、海德堡啊，就是在法兰克以南。他们德国有6个邦联，在柏林。比较寒冷的地方哦，你看得到就是一板一眼啊。你到餐厅去，以前我去餐厅，他们都不讲话的，你去就点底下大家吃你的物件呢。然后到了那个南方的巴伐利亚，他们有6个邦联的巴伐利亚，叫做 Freedom Stage。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大口吃肉啊，猪脚，然后大口喝啤酒800cc 的，哇，我起来了，去到遐哈。
那登起耍，哇，这个 Happy Time 来了，开始啉米露，啉刚好的唔知那东南西北，那唯一可以这样讲就是这样子啊。德国人就是，怎么讲？我们6月份如果去慕尼黑的话，那边的竹笋刚好出来，那时候刚好足球季，在慕尼黑，慕尼黑是一个慕尼黑的足球队很厉害，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对不对？好，那去那边就可以享受竹笋，喝啤酒，猪脚，只是我讲有趣的这样子。好，谢谢廖董事长。那也非常感谢廖董事长今天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那接着我们就画面接着就轮回我这样子。好，赶快到麦市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真的 surprise， 谢谢。好，那我们也是这次是第一次尝试以这种有点像是podcast 有点像广播这种对谈的方式去做录制。那也很高兴，就是其实以往我们都会录比较多的商霸，那其实不是我们没有卖音响，或者我们不录音响，因为其实是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那这次真的很高兴，就是这个秦汉社的廖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 Magnet 这个品牌以及他们新的这个Monitor Reference 2A 的主动式喇叭。那其实我们也接着预告，就是说我们接着会录更多这种算是音响，就是真正的音响的节目。像是这个 Magnet， 接着我们还有它的扩大机，像最近新的这个 MA900 以及 MA700 的新品，那以及更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像是扩大机啊、喇叭的这种开箱分享给大家。所以呢，如果您是喜欢，不管您是喜欢传统的音响，您喜欢Soundbar，您喜欢家庭剧院、爱看电影、喜欢电视、喜欢投影机的观众朋友，记得要赶快订阅我们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们这次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就是任何对于这对主动式喇叭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一样可以私讯我们麦式音响的这个官方 LINE， 还有脸书粉丝团，就是照往常一样，频道之友一样有频道之友的超级优惠价。好，那我们这次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